美国一超独霸的时代渐渐消失，美国政客们有些不知所云了。大家好，我是肖云华。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政客说一套做一套，矛盾重重，这一点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说在经济方面，最近拜登团队的几个重量级人物，像耶伦、布林肯都先后表示不想和中国脱钩，布林肯更是不断强调自己很希望能够访问北京，恢复两国之间的高级别对话。但是呢，从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之前放出的取消301关税的试探装聋作哑，拜登还计划着这个月推出一套严格限制对华投资的方案。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表现到了极致。在军事上，美国最近的表现更是自相矛盾。比如说，从今年年初的流浪气球开始，美国军方对中国威胁论的炒作就没有停过。4月中旬，美军印太司令部长官、海军上将阿奎利诺更是对美国媒体喊话说，解放军的先进能力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担忧。但是呢，话音未落，就在这几天，五角大楼口中的先进解放军又忽然变成了花架子。有军官跳出来和媒体吹风，说是中国军队，尤其是航母编队，它的表演性多于实用性。美国这种前言不搭后语、自己打自己的表现，让这个国家看上去不知所云。但其实仔细分析一下，也不难发现其中的原因。现在美国台上的这批政客正陷入认知冲突当中，他们认知中的美国和现实中的美国重合度正变得越来越低，因此也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看上去好像精神分裂。比如美国军方知道解放军已经拥有了拒制能力，但无论是在台海问题上还是在南海问题上，他们都不能接受域内国家拒绝美国干涉的现实。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会儿把中国塑造成大魔王，一会儿呢又把中国说成是纸老虎。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乌克兰危机中。危机爆发以后，拜登政府第一时间丢出了金融核弹，美国政治精英们的调门也起得很高，斩首普京，让俄罗斯二次解体等等一些论调层出不穷。但如今1年过去，俄罗斯不但没有二次解体，美元霸权的根基反被挖了。这种情况肯定是美国政客始料未及的。现在美国台上的这一批政客都已经经历了美国作为单极霸权的黄金时期，在他们的印象中，美国肢解了苏联，驯服了日韩，拥有近乎可以无限透支的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拥有高人一等的执法权。但在多极化的时代，这样的幻想是注定要被戳破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美国政客一边不得不面对残酷的反美现实，一边又要幻想着美国的霸凌一直持续下去。当然了，这样一个矛盾的过程一定是漫长而充满风险的，因为为了划定新的边界，美国政客很可能会不断对外进行试探，而这种试探呢，很可能是不稳定的，充满冒险主义情绪的。世界必须为此做好最坏的准备。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